见此情形，老猿猴神色大变，他立刻将楚风抱了起来，随后退到楚轩辕身后，并且做出了一副备战的状态，无比紧张地凝视着邪神剑，眼中充斥着浓浓的不安。可是相比于老猿猴的战战兢兢，楚轩辕却是面色不改，淡淡的道：莫慌，受我阵法所限，就算日后风儿再使用它，他也无法占据风儿肉身。此时的他都不如先前，自然更是奈何不了我们。听得楚轩辕的话后，老猿猴恍然大悟，那紧张的神态也是随之松懈下来，并且将怀中的楚风放回了原位。毕竟他也是清楚，先前楚轩辕使用的封印手段虽然看似寻常，可那力量却是非同小可。那是一种传自远古时期的封印之法，力量超乎想象。当年的楚轩辕便曾凭借那个封印阵法封印了一个非常凶残的远古生物，而邪神剑虽强，可毕竟它已经被封印在那剑体之内，所以楚轩辕在这个基础上使用这个封印阵法来限制这些神剑的力量，绝对是绰绰有余。其实你还是很关心楚风的吗？使用这个封印阵法可是要耗费你的寿命的。老猿猴笑眯眯地对楚轩辕说道。正因为了解那封印阵法，所以他才清楚，那封印阵法不仅难以驾驭，就算成功使用，可是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大。那是一种用自身生命来催动的封印阵法。别看楚轩辕只是催动了半个时辰，可是这半个时辰大概要损耗楚轩辕1000年的寿命。事关风儿安危，我不想出现差池，而只要不出差池，这个封印阵法100年之内，这些神剑都无法再吞噬风儿肉身。楚轩辕说道。100年之后呢？你还要再度出现，再度将这邪神剑封印？老猿猴问道。100年之后，风儿自然可以自己应对。楚轩辕说道。这么有信心？老猿猴笑着问道。对于风儿，我有。楚轩辕说道。老猿猴又笑了笑，这一次笑得不可置否，看得出来他其实也很看好楚风的未来。随后老猿猴又看向了邪神剑，发现邪神剑还在颤动，只是此刻已经不如先前那般强烈了。没错，邪神剑颤动的力量正在减弱，他既然不能脱困，却又如此挣扎，这不是白白耗费自己的力量吗？老猿猴问道。他很清楚，莫说那本身就封印着邪神剑的剑体，目前楚轩辕的封印阵法也已经生效，没有媒介供其释放力量的话，邪神剑这样做没有任何用处，甚至他也坚持不了多久。他是有话想对我说。楚轩辕说道。什么话？老猿猴问道。无聊的话。楚轩辕说完此话，又看向老猿猴，笑道。看样子你想听，反正又不能奈何于我们，听听又何妨？老猿猴笑道。那便听听看吧。楚轩辕的手掌隔着虚空，对着邪神剑轻轻一抹，一重淡淡的光华便自邪神剑闪烁开来。下一刻，邪神剑便发出了愤怒无比的咆哮。你能困住本邪神一时，但困不住本邪神一世。你既然知晓本邪神的力量究竟有多强，就应该知道待本邪神脱困之时，你所要承担的后果。邪神剑的声音震耳欲聋，响彻天的站在大地之上，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大地剧烈的抖动，甚至这个声音散发着极为恐怖的杀意，那是一种只要是人听到都会发自内心而感到害怕的声音。莫说其他人听到这个声音会是如何，就连老猿猴此刻他的目光也是有所变化。他的目光之所以变化，是因为他的内心已经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恐惧。他很慌，因为他明明知道这邪神剑不会威胁到他，可是他的内心还是非常害怕。他不明白为何会这样，因为这种恐惧难以掩饰，也难以压制，让他不知所措。可是楚轩辕却是面色不改，他面对邪神剑依旧是毫无惧色。我承认现在的我的确是不如你，可我没有说过日后的我还不如你。若有朝一日你能从这剑体脱困，可以来找我，那个时候我会让你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楚轩辕看着邪神剑说道。你狂妄！邪神剑再度发出咆哮，比先前更愤怒更恐怖，而楚轩辕的嘴角则是掀起了淡淡的微笑。我的确狂妄，但我也有着狂妄的资本。话罢，楚轩辕隔着虚空对着那邪神剑轻轻一弹，只听叮的一声，邪神剑便没了声音，就连那颤动也是停了下来。邪神剑虽然安静了下来，可是楚轩辕却再度来到了楚风的身旁。他自乾坤袋内取出一物，那似是一块玉佩，可又明显不是寻常的玉佩。楚轩辕将这玉佩打开，其中竟然另有乾坤。玉佩的内核处有着一道光芒体，这光芒体大概只有指甲盖大小，散发着淡淡的微光。这的确是微光，很薄弱，因为此刻是深夜，稍微强烈点的光芒都会引人注意。可此刻那玉佩内核处的光芒体，若不仔细观看，根本就注意不到它，但是若是仔细观看，便会令人心惊。那光芒体内充斥着9种颜色的雷霆，雷霆涌动，仿佛汇聚而成了一方世界。就在此时，那雷霆光芒体自玉佩之中飘散而出，落到了楚轩辕的指尖之上。忽然，楚轩辕指向楚风，那雷霆光芒体便化作一道流光，瞬间进入楚风的身体。可就在下一刻，在楚风的体内忽然传来一声巨响，万千雷霆以楚风为中心，以球形的形态向外扩散而去。那股力量一经出现，这平原之上的茫茫草地瞬间化作灰烬，寸草不留，就连大地也是出现无数道深邃的裂痕，就连虚空都被震得粉碎，而光芒所扩散到的地方更是一切全无。大地之上已经出现了一道深邃的巨坑，若是这些雷霆继续扩散下去，怕是这整个百炼凡界都是要被其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毁天灭地的力量。定！可那些雷霆还未来得及扩散，只见楚轩辕手掌探出，对着那雷霆轻喝一声，随后那正在扩散的雷霆便瞬息停止，并且渐渐地开始向回退缩。很快的，
彻底回到了楚风的体内。若不是楚风身下的球形巨坑还在，视野之内的草原已无，满地的裂痕还在发出塌陷的声响，可能没人会相信，在刚刚的一瞬间，有一片强大的雷霆出现，险些毁了这个世界。原来你费尽心思布置这座血脉守护阵，是为了保护楚风。老猿猴笑着说道：“我们将要离开这片星域，他只能依靠自己。我的确有些不放心。”楚轩辕说道：“就算是你这座血脉守护阵，也只能救他一次，但他将要经历的凶险，绝不可能只有一次。”老猿猴说道。听得此话，楚轩辕看向楚风，他那平静的眼眸之中，第一次涌现出了一丝动容。但是很快的，楚轩辕眼中的动容便消散而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坚定。他自己的路，只能他自己走。楚轩辕说道：“若是放心不下，可以直接带他走，没必要非让他自己历练吧。你若帮他，他的成长速度至少是目前的10倍。”老猿猴说道。看得出来，老猿猴其实有些不舍，他舍不得让楚风一个人去大千上界摸爬滚打，毕竟大千上界可比这百炼凡界危险100倍不止。我若帮他，他的确可以让他在短时间内成长为一位纵横星域的强者，可是他将止步于此，难以成为纵横整个天外的人物。楚轩辕说道。但是紫菱他，你不也是帮了吗？老猿猴说道。风儿他与紫菱不同，紫菱资质有限，我必须帮他提升资质，他才能有追赶风儿的机会。可风儿他的资质很好，就算我不帮他，他也定然能够稳步成长，也唯有无依无靠，只凭自己去闯，才有可能闯出一条属于他的修武之路。只有找到一条属于他的修武之路，而不是复制其他人的修武之路，他才有可能走得更远。楚轩辕说道。说到底还是舍得，若是换做其他父亲，多半不会如此。老猿猴有些埋怨，风儿总有一日会明白，我是为他好。楚轩辕说道。但是当初你在楚风母亲面前可是保证的好好的，一定保护好楚风的。若是让楚风母亲知道你竟然是这么保护楚风的，搞不好他会杀了你。不，若是让其母亲知道他的儿子居然在遥远的星域之中承受这样的磨砺，估计会不顾一切的一路杀过来，强行将楚风给接走吧。老猿猴笑眯眯的说道。按照他的性格，的确会这么做，只是他却做不到，毕竟困住他的是话到此处。楚轩辕双拳忽然握紧，目光竟然有所变化。与此同时，这方天地的温度急速下降，大地之上出现层层冰霜，就连虚空之上也飘起漫天的雪花。这一刻，莫说躺在地上的楚风不由自主的发抖，就连老猿猴也是感受到了这股寒意。轩辕见状，老猿猴赶忙用手拍了下楚轩辕的肩膀。这一刻，楚轩辕才注意到眼前的变化，他目光开始缓和，身上散发出柔和之气。那漫天的雪花消散，大地上的冰层也随之消散。每个人都有死穴，你的死穴便是他。算了，以后还是不在你面前提起他了。老猿猴无奈的说道。他狠了解楚轩辕，正因为了解，他才知道楚轩辕是一个多么冷静的人。可是只要提及楚风的母亲，楚轩辕便会失控。总有一日，我会将他救出来。忽然，楚轩辕说道。轩辕可不要乱来，他的家族可不是那么好招惹的。老猿猴劝道。那困住楚风母亲的地方，其实就是他的家族，只是楚风母亲所在的家族实在是太过非同小可，那可不是一方上界的霸主，也不是一方星域的霸主，那是在整个天外都响当当的势力，是真正的庞然大物，屹立在整个天外，受各方星域各方势力所敬仰的庞然大物。楚氏天族虽然也是大千上界的主宰，可要与楚风母亲的家族相比，根本就是不入流。面对那样的势力，哪怕是如今的楚轩辕也是不敌，甚至可以说差距很大。我若要乱来，当年就已经出手了，不会等到今日。其实我很清楚，以他的天赋和地位，就算其家族困住了他，但也不会真的伤害他。只要他无恙，我便有足够的时间提升修为。就算其家族再强，我也总有一日能与其对峙。而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找到我的父亲。楚轩辕说道。你父亲的事，当年你便调查过，但是结果并不乐观。若要继续侦查，所要面临的风险可是难以估量的。你确定要这么做？老猿猴问道。我必须这么做。楚轩辕回答得很是坚定。你真的觉得你的父亲还活着？老猿猴问道。我不能确定。话到此处，楚轩辕的眼中涌现出一抹伤感道。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那我们这次走，就算不带上楚风，难道也不叫上紫菱？楚风天赋摆在那里，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他也的确成长了许多，有着一个人去经历磨难的本事。可是紫菱他不如楚风，你却也让他一人去历练，万一他出现什么三长两短，你怎么与楚风交代？老猿猴问道。紫菱好歹也是我的弟子，这点磨砺都经受不了，就枉费我对指点于他，更何况去那里历练是紫菱自己的选择，就算出现意外，也怪不得我。楚轩辕说道。没见过你这么狠的师傅。老猿猴无奈地摇了摇头。就在这时，楚风忽然轻哼一声，那紧闭的眼眸微微地颤动了一下。楚风是要醒了，我们该走了。老猿猴说道。可是楚轩辕不仅没走，反而坐到了楚风的身旁。随后只见其大袖一挥，其周遭的景色便瞬息变化，这里竟然化作了祖武下界那天路之中楚氏天族的禁地。随后楚轩辕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楚风的头发，而楚风的紧闭的眼眸微微颤动，随后便缓缓睁开。楚风他苏醒了。父亲，真的是你？见到楚轩辕，楚风大喜，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反复地揉搓着自己的眼睛。凡儿，还记得你与父亲的约定吗？楚轩辕问道。约定？楚风有些茫然。虽然这里困不住父亲，可父亲还是想要楚氏天族亲自将父亲释放出去，而能够帮助父亲的只有你。你要得到楚氏天族的认可，只有得到他们的认可，他们才会将父亲放出去。到了那个时候，父亲便将你母亲的一切全部告诉你，给你。楚轩辕说道。我会的，我会做到的。楚风拼命的点头，他不仅迫不及待的想要得知关于他母亲的事情，
他同时也不想他的父亲被关在那禁地。父亲等着那一天。楚轩辕面带笑意，再度抚摸了一下楚风的脑袋。而这一刻，原本眼眸发光的楚风顿时困意涌来，很快便闭上了双眼，陷入了沉睡之中。楚风睡着之后，楚轩辕站起身来，他大袖一挥，虚幻的景象消散，这里再度恢复成了之前的模样。要是不舍，其实可以带着他的。老猿猴再度劝道。他从楚轩辕的楚种种表现看得出来，其实楚轩辕很放心不下楚风。走吧。然而楚轩辕却是态度坚决。且说完此话，便踏空而行，虽然步履缓慢，可是眨眼之间便消失在了虚空深处。老猿猴摇了摇头，随后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楚风一眼，便向楚轩辕离去的方向行去。楚轩辕与老猿猴走后，这片大地显得格外荒凉。楚风躺在那里，良久之后才再度睁开眼眸。楚风睁开眼眸后，揉了揉有些发胀的脑袋，随后才扫视四方，周围的景象有些恐怖，大地之上尽是裂痕，身下更是有着一个不是很大但却有些古怪的半圆形深坑，这里明显是遭受过人为的破坏，那是修武者的力量，不然不可能会这般强横。因为楚风如今的实力，视力非常敏锐，可是距离很远，可是他视线所及之处，大地竟然都是这种景象，足以证明这破坏的范围之广。而最奇怪的是，这种地方竟然还渗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寒意，这寒意并不刺骨，但很显然不该出现在这片区域。我还活着。楚风有些惊讶，尽管这里很诡异，但看着头顶上蓝天白云以及清脆的鸟鸣声，楚风知道这里应该是百炼凡界，毕竟现在是白天，一切看得很是真切。蛋蛋，你没事吧？楚风开口问道。虽然他没事了，可是他很担心女王大人是不是也如他一样安然，毕竟先前噬魂剑所造成的伤害让楚风难以忍受，甚至无法抗拒。这种情况下，楚风不能确定女王大人有没有受到波及。楚风，我没事，你怎么样？淡淡关切的声音传来。听声音，女王大人的确无碍，只是声音中透露着浓浓的担心。我也没事。说来奇怪，我现在竟然浑身轻松，竟然没有一丝痛感，根本不像受过反噬的折磨。楚风说道。他遭受邪神剑的反噬之痛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所以那种痛楚哪怕缓解之后，也多少会有些后遗症，需要时间才能彻底消退。而如现在这般如此轻松，简直就像是没事人一样的情况，可谓前所未有。不管怎么样，没事便好。女王大人说道。楚风站起身来，仔细地打量了一下一周，而这仔细观看之后，眼中却涌现出一抹紧张道：那邪神剑用我的肉身做了什么？看着周围的景象，楚风心中泛起了嘀咕。周围的景象太过死寂，并且依照楚风看，这遭受破坏的范围怕是比他所看到的还要大得多。这等破坏力让楚风感到心惊与不安，而在楚风看来，这多半就是邪神剑所为。种种迹象表明，邪神剑在占据了楚风肉身之后，进行了大肆的破坏，怕是整个百炼凡界都遭殃了。因为邪神剑具备那种力量。楚风，依我看，邪神剑不会违背和你的承诺。既然连你都没事，那你的朋友们应该也不会有事。女王大人说道。她很清楚楚风担心的是什么，楚风最担心的自然是他那群朋友的安危。希望如此吧。楚风心中充满疑虑。首先，他不能确定他的朋友现在是否还活着，毕竟他并不太相信邪神剑。当日将自己的肉身交给邪神剑，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楚风此刻更为不解的是，邪神剑明明已经彻底占据了他的肉身，为何现在肉身又归还于他了？对方想尽办法占据他的肉身，应该不会轻易归还才是。眼前的情况有些不合常理。而就在这时，楚风将目光投向了那不远处的邪神剑，再度看到这把剑，楚风有些害怕，竟然不敢将其拾起。楚风甚至不确定再度将其拾起，这把剑是否还会继续占据他的肉身。当邪神剑的力量真正的释放之后，楚风才知道他随身携带的这件魔兵究竟有多恐怖。可是犹豫了片刻后，楚风还是伸出手掌，将邪神剑握在了手中，没有异样，与之前一样。太奇怪了，楚风越发不解，这邪神剑与这场变故之前一模一样，还属于楚风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可是按理来说不该如此简单才是。忽然楚风眼中闪过一抹决意，与此同时，那抓住邪神剑的手也是握得更紧了。楚风，你做什么？不要乱来！女王大人紧张地高呼一声，她察觉到了不妙，她觉得楚风可能要做非常危险的事情，究竟怎么回事？我问一问便知晓了。楚风说道。而在其说话之时，楚风竟然直接向邪神剑内灌输力量。下一刻，血红色的气焰自邪神剑内涌现而出，这方虚空之上也是出现了一层层厚重的血色气焰，那气焰如同血云一般，连绵数里，遮盖了楚风能够看到的所有地方，阴森恐怖，宛如末日降临，让人不安。楚风真的动用了邪神剑的力量，告诉我，你究竟做了什么？为何费尽心思的占据了我的肉身，却又将肉身归还于我？你到底有没有伤害我的朋友？为何要做这种破坏？楚风连续追问，可是邪神剑却并没有回答，死一样的沉寂。说话！楚风大喝一声，可是邪神剑依旧没有回答。如此反复，楚风问了几十次，可是邪神剑依旧没有回答。这种情况下，楚风则是收回了自己的力量，而与此同时，邪神剑的力量也随之消退。楚风眉头紧皱，越发的不安。他知道，只要释放了邪神剑的力量，那个邪神就会出现，就能够与其沟通。而现在邪神剑没有回答，便说明是他不想回答。若是可以，楚风真的想一直逼问，直到邪神剑给予他一个答复。只是他又不能，毕竟释放邪神剑的力量，楚风是会遭受反噬的，而反噬的强弱与使用邪神剑力量的长短有关，所以楚风也不敢长时间的使用邪神剑的力量。就在这时，楚风忽然感觉胸口一痛，紧随其后，那种痛苦蔓延全身，是邪神剑的反噬袭来了。与往常一样，
还是那种熟悉的痛，让人难以忍受。这让楚风越发确定，邪神剑并没有变，因为这种种感觉都与之前的相同。虽然这一次楚风使用邪神剑的时间很短，但是这种反噬也是难以承受。楚风必须坐下身来调整一番。当楚风调整好身体，不再受那些神剑的反噬之后，发现太阳已经落入西山，天已经快黑了。楚风，接下来怎么做？女王大人问道。他不肯告诉我答案，那我想要知道的事情只能靠自己去打探了。楚风说话间便拔空而起，他是向英雄城的方向行去。他觉得如果王强等人没有事的话，此刻应该都在英雄城内。可越是飞行，楚风越是不安，因为他内心急迫，所以飞行速度极快。可是哪怕以他这种飞行速度，可是下方却基本都是一副景象，寸草不生，大地之上不仅没有一丝生机，却又满是裂痕。这个场面与当日那恶之人身亡所做的破坏又有所不同。恶之人身亡是凭借自身的力量吸收了所有生命体，但是此刻下方的景象更像是某种力量强行摧毁而造成的。虽然这个破坏的程度还没有到达特别恐怖的地步，可是如此辽阔的范围却也证明了那股力量的强横。楚风坚信这等力量百炼凡界无人拥有，所以他越发确定应该是邪神剑所为，越发的担心自己朋友的安危。楚风，有一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忽然女王大人说道。什么事？楚风问道。在你昏迷没有多久，我也失去了意识，但是奇怪的是我做了一个梦，要知道我可是从来都不做梦的。女王大人说道。什么梦？楚风问道。他觉得女王大人特意将这件事告诉自己，那就一定是这个梦有些特殊。见楚风问起，女王大人则是将自己所梦到的一切全部告诉了楚风。这梦可是听完女王大人的讲述之后，楚风却是内心一紧，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女王大人所梦到的是楚风回到了祖武下界天路之内，楚氏天族的禁地之内，在那里楚风看到了他的父亲，并且他父亲再度提起了他们父子两个的约定。而这个梦楚风恰恰也梦到了。楚风本来觉得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梦，但是现在来看绝对没有想的那么简单，这绝对不是一个寻常的梦，否则他怎么会与女王大人同时梦到？莫非那根本就不是梦？可是认真的回想起来，楚风便确定那应该就是一个梦，因为他感觉之前见到父亲时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梦幻无比，绝不是真实发生过的。那是一个梦，那绝对就是一个梦。楚风这样坚定地认为着。蛋蛋，你这个梦我也梦到了。楚风说道。你也梦到了？你是说你与我做了相同的梦？女王大人很是惊讶。是的，一模一样。楚风说道。不是吧，这也太神奇了。女王大人越发惊讶。神奇？这件事情的确很神奇，所以才让楚风与女王大人都如此惊讶且感到不可思议。这件事情换作往常，楚风定要好好思索一番，只是现在楚风却没有这个心情。眼下他很担心自己的肉身被邪神剑掌控的时候，邪神剑做了不可挽回的事。但令楚风庆幸的是，继续赶了一段路程后，下方的土地不仅不再尽是裂痕，竟然出现了生机。他看到翠绿的草地，看到了碧绿的高山，以及流动的瀑布与溪流。楚风心中的不安顿时减少了许多。这说明邪神剑虽然进行了破坏，可是范围却终究是有限的，百炼凡界并没有全部遭受破坏，这增添了他朋友们生存的几率。随后楚风找到了一座远古传送阵，凭借这座传送阵，楚风可以直接传送到英雄城附近。英雄城外人山人海，许多人都来到此处，甚至还跪在地上。那些人基本都是当日经历过浩劫的人，可是对于这些人，英雄城却是闭门不见。这也难怪，毕竟这些人的真实嘴脸，英雄城的等都见过了。对于这些人，想必英雄城的人日后也不会再有所怜悯，更不会允许他们加入英雄城。虽然现在很多人都还活着，说明邪神剑并没有大开杀戒，但楚风的担心仍然没有彻底消除。因为当他进入英雄城后，并没有感受到英明朝等人的气息，只是感受到了口袋大师的气息。楚风为了打探情况，便直接找到了口袋大师。楚风施主，真的是你？当口袋大师看到楚风之后，甚是激动。向来沉稳的他竟然主动走上前去，对楚风摸了又摸，有些不敢相信，此刻站在眼前的竟然真的是楚风。大师，是我没事了。楚风淡淡的笑了笑，其实心中有些感动。他看得出来口袋大师是真的为他担心，否则不会这般。而后从口袋大师口中，楚风得知后来发生的事情。当日楚风被邪神剑吞噬之后，这场浩劫也就随之结束了。但是英明朝王强等人都很担心楚风的安危，所以他们并没有回到英雄城内，而是就地四散开来，分头行动去寻找楚风。不过好在他们也留下了相互联络的方法，所以口袋大师通过这种方法向英明朝王强等人传达了消息。过了些时日，收到消息的英明朝王强等人便陆续回到了英雄城内。无一例外，当人们看到楚风竟然真的安然无恙，都是又惊又喜。最夸张的就是王强，不仅激动的连话都说不明白，竟然还痛哭流涕，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蹭了楚风一身。但对于这样的王强，楚风不仅没有责怪，反而是说不出的感动。看得出来，王强真的是非常在意他。在确认楚风无碍之后，人们又纷纷询问当日楚风被邪神剑吞噬肉身之后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而楚风的回答则是他也不清楚，这并非敷衍，楚风是真的不清楚。可不管怎么说，人们都是高兴的，甚至是狂喜的，毕竟他们最担心的楚风安然无恙。经过这次的事情，楚风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彻底变了。楚风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天才，更是一个英雄，一个从恶魔手中拯救了他们的英雄。楚风也是高兴，他高兴可不是因为人们视他为英雄，而是因为他所在乎的人们也都安然无恙。然而
当楚风与自己的朋友团聚的时候，在大千上界内却发生着另外一幕。这是一座恢宏的宫殿，并非多么的金碧辉煌，可是却很是大气，一种庄重之感弥漫开来，充斥大殿各处，让人身在此处不敢有一丝亵渎之意。此殿名为刑罚大殿，是楚氏天族刑罚堂所掌管的地方。此刻，在这刑罚大殿内，楚怀与楚月二人跪在当中，而大殿两侧分别站着数十人，这些人整齐地站在那里，每一个人的实力都在楚怀与楚月之上，神情凝重，仿佛没有情感一般，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可是这些人明明实力强横，且在他们的身后也都有着座椅，可却没有一个人敢坐下。他们似乎是在等一个人，不，并非所有人都是站着的，有一个人除外，那是一名少女。这名少女有着一头粉色的长发，扎着一个长长的马尾辫子，头发很长，直接垂落到脚跟处，可能是保养的好。这头发在阳光的照射下，竟然柔顺到散发出淡淡的光滑，倒是颇为的引人注目。这位马尾少女真实的年龄到底多大，难以观察而出，可她的确是一位少女的脸庞，非常的稚嫩，并且她不仅是稚嫩那么简单，样貌却是非常惊艳，肌肤白皙如玉，五官更是精致迷人，尤其那双眼睛更是灵动有神。就连容貌颇佳的楚月与她同时出现在这殿内，也顿时变得黯然失色。此女虽然容貌出众，可是却有些桀骜不驯，她坐在那里，态度傲然，竟然有着一种舍我其谁，藐视一切之感。哪怕面对在场的前辈们，也没有表现出一丝谦卑，相反，她根本就没有将在场的众人放在眼中。而面对这样的高傲的少女，在场之人竟然也没有一个人敢表现出不爽。看来对于这少女这种桀骜不驯的态度，他们早就习惯，也都接受了。抱歉，有点事情耽搁了一下，让诸位久等了。忽然一道带着歉意的声音响起，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出现在了这座大殿之中。这是一名中年男子，身高2米有余，身强体壮，脸上有着2道明显的疤痕，似是兵刃留下的疤痕。这疤痕看上去有些狰狞，让男子看上去有些可怕。可实际上，若是除去这2道疤痕，其实这名男子的面相倒是非常和善，尤其此刻的他，脸上竟然带着歉意的笑容，看上去更加的平易近人。可是当这位中年男子出现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肃然起敬，赶忙半跪于的施以大礼，拜见副堂主大人。没错，这名面容和善的中年男子其实非同小可，哪怕在楚氏天族之中也是有着极重的分量。他名为楚宣正法，乃是楚氏天族刑罚堂的副堂主。这楚宣正法是一位真正的大人物，莫说楚氏天族内备受尊敬，在整个大千上界内也是大名鼎鼎的存在。可就是这样一位大人物，偏偏那位少女却并没有将其放在眼中，不仅没有起身施礼，竟然连头都不抬一下，都不正眼看这位刑罚堂的副堂主。可是对于少女这种行为，这楚宣正法竟然也没有一丝的怪罪之意，反而徒步走到少女身旁，轻轻地点了一下少女的脑门，说道：灵犀，看到父亲都不打招呼的。原来这名叫做楚灵犀的少女乃是楚氏天族刑罚堂副堂主的亲生闺女。但所有人都清楚，楚灵犀在楚氏天族内如此傲慢无礼，可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身后有着其父亲的光环，她还是当今楚氏天族内最强的5位小辈之一，因为天赋异禀，超出常人，被誉为妖孽。面对楚宣正法，楚灵犀嘴巴撅起，小脸上扬，一脸傲娇的说道：我的父亲大人，我可是刚刚回来就来找你了，只是我的父亲大人，您这架子也太大了吧，女儿万里迢迢的赶了回来，如此有孝心的，第一时间来见你，可是你居然拒我不见，若不是他们2个出现，怕是我都见不到你吧。话到此处，楚灵犀瞥了一眼那跪在地上的楚怀与楚月，眼中充斥着一抹不爽之色。傻丫头，父亲不是有事处理吗？楚宣正法淡淡的一笑，随后看向楚怀与楚月说道：楚怀、楚月，快起来吧。话罢，楚宣正法大袖一挥，一股柔和的力量便将楚怀与楚月从地上搀扶起来，而随后楚宣正法也是来到了刑罚大殿的主座之上。你们2个说有要事禀告，要直接传达于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楚宣正法问道。可还不待2人开口，那楚宣正法又看向楚灵犀道：终于见到父亲了，这么快就要走？原来楚灵犀已经起身，正在向这刑罚大殿外行去。我可没心情听你们这种烦心事，我先回家了。若想见你女儿，一会到家中找我。对了，限你半个时辰，半个时辰之后若还不会来，你就见不到我了。楚灵犀傲娇的说道。楚宣正法笑着摇了摇头，随后看向楚怀与楚月说道：说吧，到底是何事？大人，我们此次主要有2件事要向您禀告。第一件事是百炼凡界的魂阴宗被人灭了。楚怀说道。什么？魂阴宗被人灭了？听到这句话，莫说这刑罚大殿内的众人惊讶，就连那走到殿门口的楚灵犀也是立刻止步，随后收回了那踏出去的步伐，一双灵动的眼眸看向了楚怀与楚月。此事当真？楚宣正法问道。千真万确。楚怀说道。何人所为？可有调查清楚？楚宣正法问道。乃是一个叫做楚风的小辈所为。楚怀说道。楚风小辈？听到这2个字，在场之人皆是目光一动，虽然表面上他们依然看似平静，可是暗地里已经开始相互暗中传音讨论此事。若是百炼凡界的其他势力被灭，在场之人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但是魂阴宗可就不一样了，那可是楚氏天族这么多年都没有人能够灭掉的势力，甚至在场的许多人年少的时候也都曾挑战过魂阴宗，但显而易见他们都是失败而归。现如今竟有人将魂阴宗灭了，他们怎能不惊，并且还是一个小辈？这楚风可是我楚氏天族之人？楚宣正法问道。他应该不是我楚氏天族之人。楚怀说道。那应该也不是百炼凡界的人吧？楚宣正法问道。不是，他应该是来自其他上界，
但绝对不是我大千上界。楚轩正法说道。你说他是小辈，可知道他具体年龄？楚轩正法问道。具体年龄不能确定，但依我观察，应该刚刚过了30岁，最大也不会超过33岁。楚怀说道。听到此话，在场的许多人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就连那楚轩正法也是目光一动，甚至就连那个楚氏天族的妖孽楚灵犀，此刻眼眸之中也是涌现出了满满的兴趣。此刻的他已经从刑罚大殿的门口退回到了大殿之内，并且找到了一张座椅坐了下来。按理来说，他们这样的身份本该很少有事能让他们这般，所以这也得侧面的说明魂婴宗被楚风所灭，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其实在各方上界的小辈之中，能够灭掉魂婴宗的人着实不少，可是能够在30出头便灭掉魂婴宗的可是少之又少，至少这楚氏天族之内没人能够做到，包括当今楚氏天族内天赋最强的5位妖孽也无法在那个年纪做到这种事情。楚怀，将你所了解到的关于这个楚风的事情全部告诉我。楚轩正法说道。随后楚怀便将他所了解到的关于楚风的事情全部告诉了楚轩正法，这包括楚风得到了远古战族的传承，不仅是天级血脉拥有者，还掌握着传说中的神罚玄功，以及那拥有逆天力量的魔兵。听到这里，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淡定了，单单是神罚玄功便足以让他们为之动容，要知道那可是如今的楚氏天族也无人掌握的手段。而后楚怀又将楚风在百炼凡界经历的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让人们知道楚风起初修为并不强，可却在短短几年之内修为突飞猛进，从一个小人物迅速成长为了能够屠灭魂婴宗，杀掉那恶之人身亡，拯救了百炼凡界。而听完楚风的所有经历之后，人们竟然有些兴奋。虽然那是发生在凡界的事情，可是这样的经历足以称之为一段传奇。也就是说，你们并不知道那楚风究竟是哪个天族的？楚轩正法问道。是我们无能，未能调查到那楚风究竟来自哪个天族。楚怀与楚月一脸惭愧地说道。虽说他们在百炼凡界的任务是负责监视楚氏天族的小辈，但是他们却觉得洞察百炼凡界的一切才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毕竟他们的实力远强于百炼凡界的人。你们立刻给我去百炼凡界查探，一定要将这个楚风的来历查明白。这个楚风很可能是我楚氏天族小辈未来最强劲的对手。楚轩正法说道。是。他此话说完，刑罚堂的所有人齐声应道。大人，没这个必要了，因为那楚风已经死了。楚怀说道。死了？怎么死的？楚轩正法问道。随后楚怀便将他所见到的一切告诉了楚轩正法，得知楚风竟然被自己的魔兵吞噬而死，在场的许多人不免有些庆幸。就如楚轩正法所说，如楚风这样的小辈很可能是楚氏天族小辈未来最强劲的对手，若是他遭遇了不测，则减少了楚氏天族小辈日后的对手，对于楚氏天族来说乃是一件好事。可是相比于刑罚堂的大部分人，楚轩正法却是神色凝重，在他的眼中竟然有着一抹惋惜之色。你说有2件事情要说，除了这件事情还有什么事？楚轩正法问道。那个利用魂婴宗解开恶之人身亡封印的人，乃是我族之人楚般若。楚怀说道。听得此话，楚轩正法猛然站起身来，一股冰冷的寒意立刻充斥整座大殿。见楚轩正法动怒，楚月与楚怀赶忙再度跪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起一下。看得出来，他们很怕这楚轩正法。副堂主，请息怒。与此同时，刑罚堂的众人齐声说道。可楚轩正法却是怒色不减，才对楚怀问道。可有证据？大人，千真万确，这是我们2人亲眼所见，并且这件事不仅只有我们2人见到，因为楚般若本是想杀人灭口的，所以毫无遮掩的便出现在了众人视线之内，这导致百炼凡界的许多人都见到了楚般若的真身，都知道当日的罪魁祸首就是他。楚怀说道。早就知道他为了延长寿命不择手段，做过一些下三滥的事，却想不到他竟为了苟活做出了如此惨无人道之事，简直就是败坏我楚氏天族的名声。若是证据确凿，那就饶他不得。楚轩正法情绪缓和了一些，但是眼中的怒意却并未减少。男人啊，立刻去百炼凡界将楚般若给我抓回来。楚轩正法说道。是。刑罚堂内有10人主动站了出来，且在请命之后又施礼一礼，随后便向殿外走去。楚怀、楚月，这件事情我会进行核查，若真如你们所说，我不仅会定楚般若的罪，也会奖赏你们2人。楚轩正法说道。多谢大人。楚怀与楚月皆是面露喜色，他们都很相信楚轩正法的手段，这件事情他来插手，相信楚般若一定会说出实情，如若不然，他们也不会直接找到楚轩正法。所以当这件事情由楚轩正法调查之后，他们根本不怕楚般若抵赖，只等着楚般若被定罪，而后得到奖赏。都下去吧。楚轩正法摆了摆手，随后包括刑罚堂的其他人以及楚怀与楚月都离去了。这座刑罚大殿内就只剩下了楚轩正法与楚灵犀父女2个人。楚风、楚轩正法若有所思，自言自语地念叨着这个名字。父亲，你对这个楚风似乎很感兴趣啊。楚灵犀背着小手，迈着优雅的步伐走了过来，还说我，你这丫头就不感兴趣吗？若不感兴趣，为什么都走了去又回来？楚轩正法笑着问道。哼，我可不是对他感兴趣，我只不过对魂婴宗这个任务感兴趣罢了。若不是你当初不让我挑战这个任务，又岂会轮到那个楚风将魂婴宗灭掉？楚灵犀撅着小嘴说道。灵犀，百炼凡界的魂婴宗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对付，否则我也不会那么阻拦你。楚轩正法说道。你是信不过我，但是当初你若是让我去了，我一定可以灭掉那魂婴宗。我早就打探过了，百炼凡界的人实力最强的也只是2品真仙，而我39岁那年实力就已经提升到了3品真仙，那还在任务年限的规定之内，我怎么会灭不掉那区魂婴宗？楚灵犀很是不悦地说道。
好了好了，是为父错了还不行吗？楚轩正法笑着说道。可是他并不是真的认为自己错了，只是不想楚灵溪继续争辩罢了。而楚灵溪却是小脸一扬，对于其父亲的服软丝毫不领情。灵溪，你想知道为父在想什么吗？楚轩正法问道。想什么？楚灵溪问道。我在想，这个楚风可能不止楚怀他们所了解到的那么简单。楚轩正法说道。为何这么说？楚灵溪好奇地问道。我在想，那楚风会不会是楚轩辕的儿子？楚轩正法说道。不是都说那个废物早就死了吗？何况就算他活着也是废物，不可能是他吧？楚灵溪说道。凡事都有例外，况且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楚轩辕，他可是一个深藏不露之人。楚轩正法说道。那就算是楚轩辕的儿子又能如何？楚灵溪好奇地问道。若真是楚轩辕的儿子，那这个楚风可就真的了不得了。楚轩正法很是感慨地说道。为什么？楚灵溪问道。只因为他是楚轩辕的儿子。楚轩正法说道。父亲，那个楚轩辕真的有那么厉害吗？你未免太夸大其词了吧？楚灵溪柳眉皱起，有些不信。楚轩正法淡淡一笑，说道。当年之事发生后，楚轩辕变成了族内的禁词，少有人敢提起楚轩辕，更是少有人敢提起关于他的事。而大千上界的许多人怕得罪我楚氏天族，也都不敢提及楚轩辕，所以导致你们对于楚轩辕的事情了解甚少。正因如此，其实你们怀疑楚轩辕的实力倒也正常，但若是我们这一代人有人敢怀疑楚轩辕的实力，那可是被人笑话的。那他与父亲比，谁更厉害？楚灵溪问道。哈哈，楚轩正法又笑了笑，这一次他笑得很大声，像是听到了笑话一般。随后他对楚灵溪问道。灵溪，你今年多大了？45了，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楚灵溪撇了撇嘴，你这丫头天赋异禀，比你父亲45的时候要强。楚轩正法说道。那是自然。楚灵溪得意地撇了撇嘴，你父亲45岁的时候，楚轩辕才29岁。楚轩正法意味深长地说道。那这么说来，至少在父亲您45岁的时候，楚轩辕并不如您哥。楚灵溪说道。在楚灵溪看来，楚轩辕与他父亲相差足足16岁，在习武初期，这个年龄的差距足以导致境界出现巨大的差距，更何况他的父亲又不是平庸之辈，而是从小到大都被誉为楚氏天族的天才，所以楚灵溪才觉得当时只有29岁的楚轩辕实力应该不如他的父亲。然而对于楚灵溪的这个回答，楚轩正法却是笑着摇了摇头。灵溪啊，在你父亲我45岁的时候，那时你的爷爷便站在你父亲我现在的位置，是我楚氏天族刑罚堂的副堂主。这件事情我知道，爷爷可是在副堂主的位置做了好多年，才终于熬到了堂主的位置呢。楚灵溪说道。这件事你的确知道，但是另外一件事你不知道。楚轩辕说道。什么事？楚灵溪好奇地问道。在你父亲45岁的时候，还在为小辈之间的排名而刻苦修炼，至于族内的事务，你父亲根本就不管，也没实力去管。但是当时年龄比你父亲足足小了16岁的楚轩辕，却是这刑罚堂的堂主。楚轩正法说道。听得此话，楚灵溪顿时美眸瞪圆，嘴巴张大，一张稚嫩的小脸之上涌现出了无比惊讶的神情。他一直觉得，当他爷爷做刑罚堂副堂主的时候，占据堂主之位的一定是楚氏天族现如今那几位太上长老的其中一位。毕竟以他爷爷当时的实力，也只有那样的存在才能在当时压他爷爷一头，所以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那压了他爷爷一头的竟然是一个只有29岁的人小辈。父亲，你是在逗我吧？楚灵溪问道。他之所以这样问，那是因为他难以相信楚轩辕的实力真的强到了那种地步。你看为父像是那种会用这种事情骗你的人吗？这件事情我楚氏天族大部分人都知晓，只是你们这些小辈不知晓罢了。楚轩正法说道。那楚轩辕要是那么厉害，又怎么会被关押到祖武下界去？楚灵溪说道。楚灵溪知道楚轩辕是30多年前被楚氏天族驱逐出楚氏天族，关押到祖武下界去的。30多年前，他的父亲楚轩正法刚好900岁，就算楚轩辕比楚轩正法年龄要小16岁，可是当年被驱逐的他也有800多岁了。倘若楚轩辕真的在29岁的时候就有了担任楚氏天族刑罚堂堂主的实力，那么在其年龄达到800多岁的时候，又会拥有怎样的实力？怕是楚氏天族的族长以及那些太上长老联手，也都不是楚轩辕的对手。可是楚轩辕被关押到祖武下界，这乃是事实，这恰恰又说明楚轩辕的实力是不如楚氏天族的。总之，这一切都很不合常理。灵溪，你觉得道皇宫的实力是如何？楚轩正法问道。道皇宫弟子很少，可只收精英弟子，所以整体实力不错。如果抛开我楚氏天族的话，依我看，道皇宫在大千上界的实力可排第3。只可惜道皇宫现任公主金鹤真人太不务正业了，不知道为何他竟然去了百炼凡界那种弹丸之地闭关，且安心的做起了甩手掌柜，不管到皇宫的事情。如若不然，到皇宫应该有机会排到第2。楚灵溪说道。看不出来你对大千上界的局势这么清楚。楚轩正法说道。那是自然。楚灵溪得意的扬起了小脸。那么到皇宫的上任公主，也就金鹤真人的师尊，你可知道？楚轩正法问道。我只关心当前的事，过去的事并不关心。何况我四处去做任务，又不经常在大千上界驻留，那里会了解到那么多？何况不是在说楚轩辕吗？你聊这些干嘛？楚灵溪撇着小嘴说道，一脸的傲娇。显然他被其父亲的问题难住了，很是不爽。道皇宫上任公主景天真人被誉为道皇宫历代以来最强的一位公主。你也说了，如果抛开我楚氏天族不谈，现在道皇宫的实力可以在大千上界排到第3。而如果是景天真人在位的时候，那么抛开我楚氏天族不谈，道皇宫的实力便是第1，而且是毋庸置疑的第1。当时的景天真人
前往星域主界的时候，甚至能与我楚氏天族的族长平起平坐，得到同等的待遇。楚轩正法说道：“平起平坐，同等待遇，那当时的道皇宫岂不是危及到了我楚氏天族大千上界霸主的地位？”听到这里，楚灵犀的小脸终于动容。他很清楚，星域主界乃是这片星域的真正主宰者。每年各个上界的霸主都要去星域主界参加星域朝会，而除了各个上界的霸主，星域内一些有名声的强者也会受到邀请。但是那些强者就算实力再强，所受到的待遇也不可能与各方上界的霸主相同。如果这种事情发生，那就说明那个人或者那个势力已经危及到了上界霸主的地位，并且得到了星域主界的默许，的确已经威胁到了当时的道皇宫，以是野心勃勃，不断的向我楚氏天族发出挑衅，大有掀起战争，要借机夺取大千上界霸主地位的念头。楚轩正法说道：“那此事是怎么化解的？”楚灵犀一双美眸之中充满了好奇之色，因为这种事情是很严重的。为了确保上界霸主的地位，一般这种情况下，上界霸主会打压威胁到自己霸主地位的势力。这种情况下，那个势力要么奋起反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争夺霸主之位；要么就只有认怂服软，然后做出一些牺牲，才能化解危机。而看到皇宫当时的情况，意图已经很明显，那等情况下就必须用一场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楚氏天族与道皇宫显然没有掀起那样的战争，所以他才好奇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解决的。是楚轩辕，楚轩辕独自一人走上了道皇宫，凭借一己之力击败道皇宫众多高手，就连当时被誉为道皇宫历代以来最强公主的景天真人，也是败在了他的手中。此事过了没有多久，景天真人便去世了，道皇宫也因此实力大减，自然也就不再是楚氏天族的威胁。楚轩正法说道。听到这里，楚灵犀的美眸瞪得溜圆，眼中布满了吃惊之色，就连白皙的小脸都变得通红。他是被楚轩辕的事迹所震动，身为楚氏天族之人，听到楚轩辕的事迹后，他不由自主的感觉热血沸腾。父亲，那当时楚轩辕的年龄是多大？楚灵犀问道。在他看来，倘若到皇宫当时真的威胁到了楚氏天族，那么到皇宫公主的实力应该是与楚氏天族族长旗鼓相当，就算弱也弱不了太多的。楚轩辕击败了当时道皇宫的公主，也就等于他能击败楚氏天族族长，至少是不弱于楚氏天族族长的。所以他很好奇楚轩辕当时的年龄到底多大，这可以判断楚轩辕的天赋到底多强。当时的楚轩辕正是29岁。楚轩正法说道。不会吧？楚灵犀的美眸之中的震惊之色顿时浓郁数倍，连这句话都是尖叫着喊出来的。他真的是被惊到了。你还觉得我是骗你？楚轩正法笑着问道。可是假如楚轩辕真的在29岁的时候就有了媲美我族族长的实力，那当年他被关押的时候应该远强于我楚氏天族的所有人，怎么可能甘愿被驱逐我族并且被关押呢？楚灵犀一脸不解，他已经有些相信楚轩辕的事了，可正因为有些相信了，才无法理解一个29岁就有了媲美族长实力的人，那已经不是万年难见的天才了，怕是100万年也难见一个，那才是真正的妖孽，有能力改变修武世界之局面的妖孽。而这样的存在，日后的实力也定会突飞猛进。当其继续修炼800年之后，将拥有怎样的实力？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至少按照楚灵犀的想象，当时的楚轩辕一定非常可怕，楚氏天族与楚轩辕的差距一定非常的大。当时整个楚氏天族的力量应该都远不如楚轩辕一人强大。击败到皇宫公主之后，楚轩辕便卸下刑罚堂堂主的职位，离开了大千上界。而他这一走，就是足足800多年，800多年音讯全无，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没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个婴儿，而那个孩子便是楚风。楚风乃是楚轩辕的儿子，楚汉仙的孙子。当时他的出现，整个星域都为之震动，因为楚风继承了我楚氏天族最强的血脉，各方强者纷纷到来，都想要知道楚轩辕的儿子会有着怎样的天赋。而家族也是很快就为楚风准备了那场天赋测试。那场测试可以说是家族这么多年以来最盛况空前的一次，实在是太热闹了，所有人都充满了期待。只是话到此处，楚轩正法叹息一声，充满了无奈。结果你知道的，楚风没有修武天赋，被认定是一个无法修武的废物，所有人都很失望，有人甚至出言羞辱楚风。而楚轩辕怎甘自己儿子受辱？他勃然大怒，将那些羞辱楚风的人全部斩杀。可是那些人中大多是我楚氏天族的贵客，甚至还有星域主界的人，哪怕我楚氏天族也不能得罪。我族为了平息怒火，给星域主界一个交代，只得将楚轩辕与楚风驱逐出我族，并且施以严厉的惩罚。其实按照当时的情形，楚轩辕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个奇迹。而当时的楚轩辕面对要严惩于他的家族，也的确没有反抗，就那样束手就擒了。很多人觉得楚轩辕是不敢反抗，因为自知敌不过整个楚氏天族以及各方来客，但是我不那样认为。我当时在场，看到了他的目光，他的眼中没有一丝恐惧。楚轩正法说道。这么说来，他是心甘情愿受罚的。可是他为什么就算不想与家族为敌，也可以逃走，何必受罪呢？楚灵犀问道。谁知道呢？他从小到大都是那样深不可测，为父我从来未曾看穿过他。楚轩正法摇了摇头。而这一刻，楚灵犀则沉默了。灵犀，该不会是受到刺激了吧？楚轩正法笑着问道。他知道他的这个女儿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丫头，而听闻楚轩辕的事迹后，的确很容易遭到刺激。毕竟再强的天才在楚轩辕面前都是不值一提。我忽然非常希望楚轩辕的儿子还活着。楚灵犀说道。为什么？楚轩正法问道。因为年龄差距，我注定不能与楚轩辕进行比较，可若是他的儿子还活着，我便可与他的儿子一较高低。楚灵犀说道。也许你有这个机会。楚轩正法说道。父亲，莫非你觉得
那个楚风还活着，他并没有被魔兵吞噬致死。楚灵犀问道：“那个楚风是否还活着？我并不知晓。可假如那个楚风真的就是楚轩辕的儿子，那我敢保证，他一定还活着。”楚轩正法说道：“为何？”楚灵犀问道：“只因为他是楚轩辕的儿子，楚汉仙的孙子。”楚轩正法说道。听得此话，楚灵犀先是愣了片刻，可是很快的，在他的小脸之上竟然掀起了一抹极美的笑容，并且在他那双美眸之中充满了期待。在楚灵犀与楚轩正法交谈之际，刑罚大殿外，楚怀与楚月一直守在这里，而楚月一直盯着刑罚大殿的大门，连眼都不眨一下。看这样子是在等人，而他们要等的人不是楚轩正法，便是楚灵犀。毕竟在他们出来后，那刑罚大殿内就只剩下了楚轩正法与楚灵犀两个人。终于，殿门开启，楚灵犀从中走了出来。楚灵犀明显注意到了楚怀与楚月在这边，可是却连看都不看一眼，直接向远处走去。灵犀见状，楚月赶忙开口呼喊，并且追了上去。听到楚月的呼喊，楚灵犀才止步，回头看向了楚月，他的目光真的非常的冷漠，根本就不像是同一家族的亲人，而是如同看待陌生人一般。有事？楚灵犀有些不耐烦地问道。灵犀，我听说你这次去了宙之上界，将宙之上界的猎杀任务完成了，你简直太棒了。要知道这个任务已经定了700年，可一直无人能够完成，可是却被你完成了，你简直是我楚氏天族的第一天才。楚月一脸喜悦地说着，就仿佛这个任务是他完成的一般，很是高兴。然而对于楚月的夸赞，楚灵犀不仅丝毫不领情，反而鄙视地瞥了楚月一眼，随后话都不说，便继续前行。此刻的楚月有些尴尬，但他却并未放弃，而是从乾坤袋内取出一个玉盒。这个玉盒价值不菲，并且精心装饰过，想必里面的东西更是不凡。楚月手捧玉盒追赶而去。灵犀，这是我从百炼凡界给你带回来的礼物，希望你不要嫌弃。不好意思，我很嫌弃。楚灵犀回过头来，说完这句话后，便扬长而去。这一刻，站在远处的楚怀眉头一皱，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因为他注意到楚灵犀连看都没看一眼楚月准备的礼物，就说嫌弃，这哪里是嫌弃礼物，根本就是嫌弃楚月。但是楚月虽然尴尬，可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低沉，就那样将手中的玉盒收了起来。楚月，你这是何必呢？虽然同是一个家族，但是如楚灵犀他们这种人，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你何必总是这样？你这不是热脸贴冷屁股吗？楚怀上前问道。此刻的他有些生气，但看样子他不仅是对楚灵犀生气，也是对楚月生气。难道我不知道我这是在热脸贴冷屁股吗？可就算如此，我也还是要这样做，这是我改变命运的机会。楚月很是坚定地说道。这一刻，楚怀不再多说什么，只是他的眼中却涌现出一种目光，那是恨铁不成钢的目光。百炼凡界在经历了那场浩劫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已经不是各门各派损失惨重，而是整个百炼凡界损失惨重。可是百炼凡界并没有因此而安稳下来，反而越发混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中，许多都是野心勃勃之辈，他们趁机争夺地盘，不断的挑起战争。这场浩劫已经彻底的改变了百炼凡界。至于联盟大军，本是各门各派的精英所组成的，可是经过这场浩劫之后，可能让人们看清了许多事情，所以联盟大军瓦解后，所剩下的成员都直接选择加入到了英雄城。他们觉得只有英雄城的人才是志同道合。事实上，英雄城再度成为了百炼凡界最炙手可热的势力。幸存下来的很多人都想要加入英雄城，因为现在的百炼凡界很乱，英雄城乃是如今百炼凡界唯一的一处净土。不过现在的英雄城却再也不会随便的招收成员，想要成为英雄城的成员，修为不再是关键，关键的将是人品。而这种考验足以将大部分人拦在英雄城的门外。这段日子，楚风什么都不做，一直陪着百炼凡界的这些故友，与他们把酒畅饮，谈天说地，甚至四处游玩，不分昼夜，不亦乐乎。而楚风之所以这么做，那是因为楚风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他已经准备离开百炼凡界，而当他离开后，何时归来便是一个未知数，所以他想好好陪陪这些曾经帮过他、陪伴过他的朋友们。这一日，楚风终于离开了他的那群好友，只有赵红与王强二人跟随。楚风并非是要离开百炼凡界了，而是当他准备离开百炼凡界之前，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这里是周氏天族，这个曾经百炼凡界内最多强大的势力之一。只是现在周氏天族宫殿被摧毁，山川被踏平，江河被抽干，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这浩瀚的土地之上，辉煌早已不在，剩下的只是那满地的狼藉。但是在那虚空之上，却映射着9个大字：招惹楚风者，皆此下场。这9个大字光芒璀璨，一个个如同明日一般挂在虚空之上，方圆百里之内都可以看到它的存在。它像是神的旨意一般，宣示着周氏天族的灭亡，宣示着得罪楚风将是怎样的下场。哇哇，这也太霸气了吧！下次若是有人招惹你们，我也这么做。王强看着虚空之上的9个大字，笑嘻嘻地说道。对于周氏天族的人来说，这9个大字绝对是一场噩梦，可是对于王强来说，这9个大字却像是一个惊喜，至少他很欣赏留下这9个大字之人的手段。随后王强又看向楚风道，我说兄弟，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人在帮你吗？楚风摇了摇头，其实看到这9个字，他的内心也在猜测着，他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人暗中帮了他，这便是他来到此处的目的。楚风，若想找到线索，我觉得你应该用天眼试试。女王大人说道。蛋，你觉得是那字汇中有线索？楚风问道。若是那字中都没有线索，就真的不会有线索了，那只能说明做了这些的人不想让你知道他究竟是谁。女王大人说道。楚风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随后楚风眼眸一动，目光顿时大变，他的目光变得凌厉无比，仿佛可以洞穿一切。
看破一切，天眼之下，一切变得不同，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那时，忽然楚风目光一动，随后便立刻拔空而起，跃到高空之上，来到了楚与风这两个大字之间。其实，若用肉眼观看，这两个字没有不妥，可是用天眼观察，楚风便发现，在那巨大的楚字与风字之中，分别藏着一个手镯。那个手镯认识，来是苏柔与苏梅所戴着的手镯。楚风两拳同时轰出，将那两个大字轰得粉碎。可是偏偏那两个手镯却是毫发无损。楚风将两个手镯分别握在了掌心之上，就连内心也随之颤动。他知道这手镯藏在字中已经有些时日了，可是他却能够感受到苏柔与苏美的气息，甚至他能够从这手镯中分别嗅到苏柔与苏美身上的香气。他已经万分确定，这就是苏柔与苏美的手镯。小柔、小美，是你们做的？不是月仙，是他也来到了百炼凡界。楚风此刻很是激动，毕竟他来到百炼凡界，除了灭掉魂音宗，除了证明自己，还有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找到苏柔与苏美，从月仙手中将他们两个抢夺回来，另一个是找到神秘失踪的亚妃、慕容婉以及颜如玉三人。可是来到百炼凡界这么久，他其实一直有打探，可却未曾找到他们的踪迹。楚风本以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来到百炼凡界，可是现在竟然在这里找到了苏柔与苏美的手镯，这说明他们两个至少是来过这里的。楚风，你看那手镯上有记号。忽然女王大人说道，因为楚风沉浸于发现苏柔与苏美的复杂情绪之中，并没仔细看那手镯。听到女王大人的话后，楚风才注意到这两个手镯上的确各自有一个记号，这两个记号合为一体的话，就变成了一个符号，这是一个只有戒灵师才能看到的符号。楚风赶忙将这两个手镯放到了一起，因为他很清楚这两个记号之前是没有的，所以这两个记号一定是有人故意留下的，这是线索。果然，就当两个手镯合到一起之后，一道信息便自其中飞掠而出。楚风探手一抓，那信息便涌入脑海。楚风，你放心，苏柔与苏梅很安全，不用担心他们两个。要不了多久，我便可凝聚自己的肉身，那个时候我会亲自将他们两个归还于你。这信息乃是月仙所留。可恶！楚风内心愤怒，真相也终于大白。显然，灭掉周氏天族的乃是月仙，而苏柔与苏美还在他的手中。尽管知道月仙是迫不得已才占据了苏柔与苏美的肉身，而他费尽心思留下这个线索，其实也证明他并不想伤害苏柔与苏美，并且对楚风也充满了歉意。可是楚风仍然很愤怒，毕竟那可是他的爱人。月仙占据苏柔与苏美肉身之时，根本没有得到他们二人的同意，乃是强行占据。楚风曾被邪神剑占据过肉身，非常清楚那种无助的感觉，而苏柔与苏美居然承受了这么久，楚风非常心疼，他怎能不怒？楚风，你生气也是没用的，他应该一直在百炼凡界，只是他能躲你这么久，就一定是有他的手段。不过好在他并不打算伤害苏柔与苏美，我相信他们应该是安全的，你也不要太过担心了。女王大人劝道，道理楚风都懂，可是他还是无法控制自己不愤怒，但是他也不想女王大人担心，于是只能强行将怒火压在心中，不流露于表面，自己承受着这种愤怒。随后楚风便回到了英雄城，在与众人告别后，便前往了一座古老的传送阵。这个传送阵名为登天梯，只不过这个登天梯可不是通往凡界的，而是通往大千上界。楚风，你可不要忘记我们啊！楚风，日后有时间一定要回来看我们。在这登天梯下聚集着许多人，英雄城的许多人都来送楚风了，莫说是那些与楚风有交情的人，就连与楚风没有交情的人也都来送楚风了。如果说战海川与凯宏大师是百炼凡界两个时期的神话人物，那在他们眼中，楚风便是这个时代的神话。他们都觉得楚风哪怕进入大千上界，也会取得一席之地，对楚风的未来充满了期待。虽然他们不能亲眼见证楚风到大千上界披荆斩棘的去经历一切，但是他们却可以亲眼目睹楚风结束百炼凡界的历程。毕竟这也是楚风一个新的开始，而能够亲眼送楚风离开，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一种荣耀，一个可以吹嘘一辈子的荣耀。诸位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一定要接受。楚风说话间，便自乾坤袋内取出一块块石头，并且亲自将这些石头放到了三剑真人、口袋大师、唐英、徐意义、宋碧玉等人的手中。起初人们觉得是什么贵重礼物，所以还想过拒绝，但是发现那只是一块块普通的石头后，便都欣然接受了。最后一块石头，楚风放到了护阵一族族长的手中，只不过此刻的护阵一族族长依然穿着那件长袍，依然没有露出真容，依旧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谁。前辈，那件事就拜托您了。楚风暗中传音道。楚风少爷放心，此事我一定办妥。护阵一族族长保证道。楚风委托护阵一族族长所做的事与仙喵喵有关。楚风当初离开祖武下界，来到这百炼凡界的时候，楚风便知道仙喵喵总有一日也会来到百炼凡界。首先他的天赋允许，其次他要找到他的母亲，所以楚风便给了他两样物品，一个是可以破开百炼场结界的钥匙，一个是金色闪光鸟，好让仙喵喵来到百炼凡界后能够找到通知楚风。只是这么久了，一直没有仙喵喵的消息。楚风知道他应该是还没有来到百炼凡界，但是楚风有要事在身，不能一直在这里等着楚风，所以楚风才请护阵一族族长让他一定留意仙喵喵，若是遇到仙喵喵，一定要加以照顾。护阵一族族长自然是爽快应下，毕竟对于他来说，楚风可是他的主人。那个人是谁啊？忽然这浩浩荡荡的人群中产生了一丝波动，这里可是登天梯，因为高高在上，直通大千上界，平日里没人来这里，因为这里
是距离大千上界最近的地方。对于百炼凡界的人来说，这里变成了一处神圣不可侵犯之地。可是此刻，却有一个穿得破破烂烂、满身灰尘的老头出现在了不远处。如果说实力不济者来到此处已是不敬，那么如那个老头一般，穿成那个样子来到这里，绝对是大不敬。这自然而然的引起了英雄城众人的注意。出于好奇，楚风也是随便的扫了一眼。可是这一看不要紧，楚风顿时目光一紧，哪怕内心都为之一震，因为那个老头，楚风认识，乃是未知藏地的主人。这可不是什么乞丐，这可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高手，一位真正的大人物啊！见到这位老者，楚风下意识的便走上前去，想要与他打个招呼。虽然楚风是凭借自己的本事破开的未知藏地，但毕竟从这老者那里得到了好处，所以楚风对他还是很尊敬的。别过来，别过来！可是楚风还未靠近，那位老者忽然神色慌乱，一边大喊着，一边向远处快速的跑去。他很是慌张，竟然连站都站不稳，时不时的会摔个跟头，然后起身继续奔跑。这一刻，楚风愣在了那里。他发现情况不对，那老者像是受了刺激。可是这里是百炼凡界，在这种地方，有谁能将他刺激成这个模样？楚风的心中泛起了嘀咕，可是一时之间却又根本想不通。楚风兄弟，你认识那个人？莫非他得罪过你？要不要我们去帮你把他抓回来，好好教训一番？小皮球走过来说道。当初小皮球因为英明朝对楚风太好，所以很是反感楚风，曾当众刁难楚风。但是现在经过那场浩劫，他对楚风不仅不再有反感之意，反而对楚风很是佩服。看着老者离去的方向，楚风若有所思，片刻后对小皮球等人说道：“你们不要去招惹他。”为什么？听得此话，众人皆是一脸茫然。在他们看来，那个糟老头子与乞丐没有差别，看似楚风的话语，却总是让他们感觉那个老头来历不简单，而这个老者自然来历不简单。他可是圣虎尊者，一个原本随便吐口唾沫都能将这些人全部淹死的存在，只是被老猿猴折磨之后，才变成了这副模样。当然，他们不知道那是圣虎尊者，就连楚风也不知道他的身份。你们记住他的模样，日后若是再遇到，千万不要去招惹他。楚风再度提醒道，并且一脸的认真。他不知道那老者究竟遭遇了什么，可他却知道那老者实力非同小可，那可是未知藏地的主人啊。所以在其神志不清的时候，楚风都不敢贸然靠近，就更别说小皮球这些人了。一定，虽然小皮球他们不知道楚风为何让他们小心那个人，但他们却也是纷纷点头。对于楚风的话，他们不敢违抗。诸位，再会了。楚风对众人说道，随后便与王强、赵红、英明朝、紫薰衣踏上了那登天梯。没错，不仅是楚风、赵红与王强三人，英明朝与紫薰衣这两对相爱之人和好之后，也准备去大千上界去闯一闯，所以决定与楚风三人一同出发。毕竟他们几个同行，也有个伴儿。楚风小友，等一下！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忽然响起，一位老者自远处飞掠而来，落到了登天梯之前。这个人乃是预言大师。对于这个预言大师，楚风本来心存芥蒂，毕竟若不是他的预言，孔氏天族当初也不会对楚风下手。但是后来预言大师的预言的确发生了，就比如那场浩劫，预言大师就曾准确的预言到它会发生，并且楚风也的确成为了阻止这场浩劫的人。大师，莫非预测到了？楚风问道。正因为楚风发现这预言大师的预言的确可信，所以楚风便委托他，让他帮忙找找看月仙的踪迹，以及亚飞他们去了哪里，日后楚风去什么地方能够遇见他们。只是这么多天过去了，预言大师却根本就预言不出来。见其急匆匆的追来，楚风自然以为是他预言到了什么。抱歉，老夫无能，未能预言成功。预言大师摇了摇头，无妨。楚风淡淡的笑了笑，随后问道：“那大师，你是有什么事吗？”楚风小友，老夫亏欠于你，所以总想做些补偿。虽然我未能预测到关于你朋友的事，但是我却预言到了你的事。预言大师说道。什么事？楚风问道。楚风小友，你到了大千上界之后，最好立刻离开，前往其他上界历练。预言大师说道。为何？楚风问道。我预言到你进入大千上界后会遭遇无数磨难，十分凶险，很可能会遭遇不测，命丧那里。大千上界对于你来说就是一处不祥之的，切勿不可久留啊！预言大师说道。听得此话，所有人都是目光大变，随后紧张地看向了楚风。虽然他们什么都没说，但是眼中却充满了担忧之色。毕竟他们都很清楚，预言大师的预言很准，而他这次的预言便说明了楚风此次前往大千上界，怕是将要磨难重重。你给老子闭嘴！你来干嘛来了？是他妈的扫兴来了！此刻王强不高兴了，走出登天梯后，一把抓过预言大师，竟然就要揍他。这也不能怪王强，毕竟他们此行可是充满了期待的。而预言大师这番话，无疑是给楚风浇了一盆凉水。的确扫兴，王强放了他。可就在这时，楚风却是拦住了王强，从王强手中把预言大师救了下来。相比于激动的王强，紧张的众人此刻听了预言大师的这番话后，却是较为平静。大千上界有多凶险，不用他人说，楚风很清楚。所以对于这个预言，楚风并不意外。大家不要担心，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此行大千上界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实际上，从我楚风踏上修武之路开始，就从来没有一帆风顺过。但修武之路就是如此，哪怕明知前面磨难重重，可也不能后退半步。毕竟这就是一条逆天之路，想要获得力量，便只能向天夺，否则便只能原地踏步，难有长进。楚风对众人说道。对，楚风大人说的对。下一刻，叫好声响彻开来，众人都在为楚风打起加油。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师你的提醒。但是大师，其实相比这件事，有一件事我一直很好奇，不知道大师能够告知。楚风对预言大师说道。
楚风小友，请说，凡是我知道的，一定告诉你。预言大师说道。你这预言球到底是何人赠送你的？楚风问道。听得此话，预言大师愣在了那里，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为难的话，便那算了。楚风笑了笑，他听预言大师说过，这预言球是一个神人给他的，而正是这个预言水晶球改变了预言大师的命运。但是想必那个神人有交代，所以预言大师才不曾向任何人说起过那个神人究竟是谁。楚风小友，我可以告诉你，但你千万不要与其他人说。那神人，我虽不知道那神人的姓名，可是他曾与我说过，世人皆称他为天机尊者。就在这时，预言大师的暗中传音涌入楚风的耳中。多谢。楚风记下了这个名字，虽然他不知道那天机尊者是何方神圣，但是他觉得能够有如此至宝，并且将此等至宝赠送他人者，绝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人物。尊者之名，莫非是尊者之境？倘若真是如此，那就更加利奥的了。诸位，告辞了，来日方长，日后定会再会。楚风再度向众人抱了抱拳，随后便与赵红、王强、殷明朝、紫薰衣等人踏上了那登天梯。踏上登天梯后，楚风等人便顺着那链接虚空的阵法踏空而行，直上擎天，很快便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而当楚风等人消失后，那捧在众人手中的石头却是突然散发出一缕光芒，尽碎。随后那些石头就如同西瓜一般，全部碎裂开来。而当那些石头碎裂之后，他们才发现那石头之内各自有着一个乾坤袋。人们抓住乾坤袋感应，才发现那乾坤袋内竟然藏有大量珍宝。这一刻，那些得到石头的人面面相窥，脸上充满了又惊又喜的神色。本来觉得这只是一个简单点告别礼，却没想到是如此重的大礼。而这些凡是得到楚风赠予石头的人，都是与楚风有着交情的人，他们有的可能帮过楚风，有的可能没帮过楚风，但是楚风为他们准备的礼物却是各不相同。这是精心准备的礼物，不仅能够帮助到现在的他们，也能帮助到以后的他们。这是量身打造的礼物。徐依依等与楚风有交情的众人，无论男女老少，此刻皆是紧紧地握着手中的乾坤袋，内心充满了感动。而那些没有收到礼物的人，则是一脸的羡慕。尽管他们不知道那乾坤袋内究竟装着什么，可是看那些人的反应，他们也能猜到那乾坤袋内一定装着贵重的礼品。卷7，废子归来。